美国对解放军的围台演习异常低调，中美共管台海危机是否已经实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蔡英文与麦卡锡私会之后，解放军如期展开了环台大演习。在很多人看来，这场演习的烈度不及去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的锁台演训。但是对台湾地区而言，有几个警讯被摆上了桌面。首先，所谓的台海中线安全屏障，以东部安全纵深两大传统战略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台湾全境在数分钟内都可能遭到袭击。特别是山东舰航母在台湾东部的活动，美军航母的退避，严重打击了台独的信心。第二，美国没有如台湾地区当局所预期的那样对这次演训表达不满，甚至都没有强调要强化台军自我防卫能力。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美在这场演习问题上存在着默契。不管拜登政府如何解读，中国大陆就将对台独采取震慑行动，以后这将会是惯例，谁也别想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幻想。其实我们还能从解放军徐州舰与台军宜阳舰之间的对话看出这场较量的本质。台方进行广播称，如果你执意进入我24海里临界区，我将被迫采取驱离行动。徐州舰回应，24海里临界区不存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的是台独。如果我们翻译一下的话，台湾称不追求军事对抗，希望和平稳定。徐州舰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反对的只是台独，所以只要台独分子挑衅了，我们还会采取类似的军事行动，这是躲都躲不过去的。为什么说这次美国人的反应非常低调呢？在蔡英文会见麦卡锡的消息曝光后，拜登政府就积极展开风险管控，强调美国一中政策不变，希望中国大陆不应过度反应。其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直接通话，企图说服中国大陆不要采取激烈反制行动。推迟访华的布林肯持续低调，强调美国一向很清楚，不要也不寻求冲突，也不试图围堵中国。相反的，美方要为维持和平稳定制造机会。关于台湾问题，他表示，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保持一致，两岸任何旗舰都应和平解决，任何一方不应片面破坏现状。要注意，布林肯这次没有强调要加强台湾军备，强化威慑力量的好战立场。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共管台海危机是否成为现实，恐怕差距还非常大。首先，美国两党内斗的格局不会变，反华是政治正确不会变，美国政客利用台湾问题挑衅中国大陆不会变，变的只是挑衅的力度。麦卡锡没去串台，与我们早前预测的一样，无非就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拜登政府想改善中美关系，共和党是一定要搞坏事的，这就是铁律。中国大陆只有强硬反击，才能让反华分子保持一定的底线。你也可以理解为，就算拜登想管控风险，他也可能根本就管不住。其次，蔡英文仍有挑衅台海危机的冲动，主要是为了拉开与国民党台海政策的差距。从台湾内部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民进党不可能在两岸问题上认可9·2共识，否则就与国民党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时不时的制造台海紧张局势，通过军事对立彰显民进党反共立场，也是争取岛内绿营支持的一种策略。马英九在这个时间点回大陆祭祖，可能也是台湾地区当局与马英九之间的默契，也就是想对冲一下过境美国所带来的风险。最后，美国接下来武装台军的计划不会变，而且可能不会大肆炒作。美国表面上要管控台海风险，同样也是为武装台湾地区留足时间。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陆，美国人的工作重点可能就是如何加速向台湾地区交付武器的问题了。所以，当前中美两国从表面上看
有共管台海危机的需要，但是又很难完全控制风险。美国更像是在争取时间来武装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当然也在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解放军的这场演训证明，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在中国大陆一边，美国已经失去了掌控局势的能力。他们现在能做的不过是想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而已。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